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又要介绍一位新的统帅了，这个是工程，也就是远程统帅。那在上个影片中呢，就有玩家问到我怎样记得那个统帅的名字，其实他名字也算比较容易记啦，就是你们想象成马加十就可以了，其实还算是比较容易记的。我反而觉得这个统帅的名字比较难记一点。那比较容易记的方法就是认得他的称号，他的称号叫东方凯撒啊，你们可以这样子来记得啦。那在他英文名应该会比较容易记得，叫阿凡索，或者是你们可以叫他阿尔布克克啊，也是可以。又或者是你们可以叫黄远成，好像现在的远程里面没有像他这么黄哦，我看一下啊，好像是哦，好像是他最黄啊。你们可以叫他黄远成吧，更容易记。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啊。首先，他的天赋是工程通用辅助哦，我就讲他的伤害不会太高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是群体统帅哦，有 AOE。然后怒气需求1000点，这里是说如果他不在敌人的范围内，就是说是远程的状态下，对目标部队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一次远程直接伤害，伤害系数800。他这个伤害其实算比较低的，对于远程比较强的统帅来讲呢，是算比较低的。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敌方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15%，并使命中部队在接下来2秒内造成的所有伤害降低10%。哦，它有个 debuff 如果有 debuff 再加上有伤害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如果是近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来不及把那个箭塔给放起来，所以就会需要用到近战。也是一样，对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一次远程直接伤害，伤害系数1500。然后每次增加1支敌方部队就会递减15%，也是一样，在接下来2秒内使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友方或己方部队包括自己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但是对比我们现在游戏中最强的远程攻杀洛的话，它的伤害算是比较低的，它只有800。但是攻杀洛它是直接有2403个目标，所以你比较起 AOE 跟伤害来讲呢，是没有办法超越攻杀洛。我是觉得说策划他们当初设计攻杀洛呢，是有一点太超前了，太超过了，这个设计的太离谱，所以你讲暂时要超越攻杀洛是比较难的。而且攻杀洛是属于进攻嘛，这个统帅它是属于辅助类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为什么攻杀洛它的主动技能只有伤害而已，没有任何的 buff 跟 debuff。所以比较起来，这位新的统帅东方凯撒，它的功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来，接下来下一个技能，这个就是普通的3维提升了，有行军速度提升20%，生命值提升25%，攻击力提升10%。但其实他这边的数值我有点不太满意。其实远程统帅呢是没有必要用到生命值的，就是讲他用攻击是大于生命的，所以如果他把这个生命值的25%给攻击力，其实我会比较满意一点他这个10%应该放在生命这里，再加上我们现在新的远程其实已经有很多生命值跟防御力提升了，其实没有必要用到这么多的生命值，它只是让这个部队会比较硬一点加长马达的生命是比它更高的，所以这位新的统帅还是有一点点逊色啦，少了一个15%，所以换算起来还是旧的强一点点。OK， 接下来我们看第3个技能，在远程状态下造成远程技能伤害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统帅是技能伤害会对自身部队施加持续10秒的1层增益效果，又要叠层一般叠层的技能都不会让玩家满意啦。自身部队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5%，该效果最多可以叠加4层所以就讲它1层是5%。那叠到4层的话就是20%，这样子换算起来还可以耶。施加10秒，它这个施加10秒就类似像孔雀的技能这样。他这边说要造成远程技能伤害，也就是说要主动技能触发的时候，那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他的技能有没有其他的爆发可以再次触发他这个技能。那么觉醒技能其实是他的第4技能加强版所以我们直接看觉醒技能。远程基础攻击有50%的概率，若自身不在目标部队的近战范围内，就是远程的状态下，对其造成1次远程直接伤害，伤害系数400这边就有另外400了，但是有50%的概率，并使其在接下来2秒内行军速度降低15%。若自身在目标部队近战范围内，对其造成1次远程直接伤害，然后伤害系数有700，使其在接下来2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10%，冷却时间5秒，这个我就有点不太确定。
但是我更加偏向于这两个的冷却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5秒的。那这个让对方行军速度降低呢，就是你们可以理解为他要冲过来打你了，你让他的速度降低，这样你就有一个时间可以去拆掉你的箭塔，又或者是可以帮助你其他的队友，如果你不拆的情况下，然后让对方的所有伤害提升呢，是当对方打你的时候，如果刚好你旁边有其他的队友，他们还没有拆出自己的箭塔，就可以让他造成更加多的伤害。那其实他这个觉醒技能呢，也就是第4技能，可以触发到他的第3技能了。但是要远程技能伤害，就是说其实他搭配攻杀洛或者是加长马达是有一点不太合适啦。如果你们要更快的去触发到这个技能的话 ，OK， 其实我对于这位统帅最理想的搭配就是搭配老虎，因为玛格丽特真的没有什么用。我个人其实很讨厌玛格丽特，她真的太废了。然后因为这位新的统帅呢，他的伤害是属于比较偏低的嘛，就是只有800的伤害，当然这个还没有加上额外的伤害啦。如果加上额外的伤害呢，也就1200，所以它还是普遍算比较低的。但是它有 buff 有 debuff， 虽然它的伤害是比起玛格丽特还要高一点啦，但是玛格丽特的提升呢，其实是比起新的统帅还要高一点点。你们可以看到远程的普通攻击伤害直接提升 50%， 然后这边3维提升，虽然新的统帅这里有一个 25% 的提升啦，25%的生命值提升，但是真的没有必要。我们现在远程比较重要还是攻击。那玛格丽特这边它的攻击会稍微比较高一点了，你们可以看到 20%， 新的统帅它的攻击就只有 10%， 所以我还是不太喜欢啦。OK， 那么总结来说，如果你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远程统帅，你要打算练第一只统帅的话，那其实小红帽也就是攻杀洛还是你们优先要选择的统帅，他还是很强的。至于说你要练第2只远程统帅的话，其实比较起新的远程，我会更希望大家去培养巴布尔。巴布尔除了他的伤害比较高之外，他还有怒气恢复，然后他的3维提升其实也不会算太差的，有 15% 的攻击力，反应力提升 15%， 还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主要是他的适配性就是跟攻杀洛的适配性会比较高一点，它还有一些普攻伤害提升、普攻伤害降低、反击伤害提升，然后有所有伤害提升，所以算下来其实老虎巴布尔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在之前就讲过了，因为这位统帅呢，其实他是比较偏辅助的统帅，一般来说远程辅助的统帅伤害都不会很高的，它主要是功能性比较强而已。就比方说你们可以看玛格丽特，它的伤害只有600，那另外一个辅助的统帅加查马达，他的伤害也就只有500，更低。所以你们也不能对这位新的统帅期望太高。再加上这位统帅只是新的远程统帅其中之一而已，所以另外一个统帅可能他的伤害会比较高，但会不会也是 AOE 呢？这个我有所保留。通常有一位统帅是 AOE， 另外一位统帅应该都不会是 AOE 的，对于远程来讲。对于以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啦，所以暂时观望吧。只能说这位统帅不是第一优先要选择觉醒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特效。他的技能特效蛮帅的哦，他是有一艘船出来，然后他是远程圆形嘛，那可以看到他远程炮射出去的时候，他是有3个炮的，因为他是攻击3个目标，所以算还可以啊。只是他的特效会比较明显一点的，有一艘船，而且那个船它是从这里射那个炮弹出去的，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而不是从前面的那个箭塔这里射出去的。OK， 很好，蛮有趣的。那大概是这样子啊。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远程统帅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因为我也是有玩远程的玩家之一啦，但对我来讲，那位统帅呢，如果真的是给新手玩家，不是第一优先推荐，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已经有远程统帅来讲呢，他那个远程原型 AOE 是对我们来讲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可以可能替换掉斯特凡三世，因为斯特凡三世它是有概率性的原型范围3个目标，所以给我选择的话，我会想要替换掉斯特凡，然后拿去搭配老虎巴布尔，大概是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新的统帅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有哪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